美国海军考虑研制偷渡舰艇，原来用来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也要担心被封锁，靠偷运过日子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如果说一种船不大，速度很高，船的上层建筑很扁平，一般涂成黑色的，夜间航行起来呢比较隐蔽嘛。然后呢，船后边挂着一溜发动机，开起来速度能到50节，一般船追不上。深更半夜可以用来运东西，大伙儿会想到什么？我想在东南沿海生活的朋友能想到是过去啊，海外那些走私的这个船只往往是这样的，走私快艇嘛。那会儿你看海关的船啊，你看因为碰到这么多这个发动机的这种小船，想追它真的不容易。所以有段时间呢，我们都觉得海关呢、边防啊，是不是干脆要配点武装直升机挂着导弹才能够反走私了？结果这两天呢，有消息说了，说不仅仅是个走私犯要玩这个船，美国海军也要这么干了。说美国海军呢要通过这种偷渡啊、这种偷运的方式啊去运货，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开打，第一岛链呢，从日本呢到这个台湾的、到菲律宾等等一系列第一岛链周边的制海权、制空权基本上保不住。那么过去美军设在第一岛链的那些个基地呀之类的，就不是封锁解放军的工具了，反而是被解放军封锁的一个据点，成了解放军的这个人质了，有点类似当年这个1944年被孤立的鬼子炮楼。要维持这些据点的运行呢，美国人还必须不断的提供后勤支援，没有了后勤补给的话，这基地根本扛不住。关键是制空权也没有了，制海权也没有了，大型运输机 C-17你也没法送货了吧？运输舰普通的肯定也没戏，都是挨揍的货。你说潜艇运输物资呢，也不是不行，但是效率低到近乎于零。你像潜艇就这么小舱口、鱼雷侧口，怎么运大东西？运不了，运点粮食、运点油料还得一桶一桶的。其实呢，二战的时候日本人这么干过，用潜艇运货，那是无奈呀，因为日本人用驱逐舰送货、夜间送货都不安全，这才用潜艇送货，这是下策。结果美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就是要搞一个隐身快速的运输舰，打算造一个5000吨水平的舰艇吧。还要说这改变一下外形，提高一下这个隐身能力，降低 RCS， 然后这个还要隐蔽在民船中间，靠近那些岛屿据点之后，突然要脱离民船的航线，高速冲向岛屿送货，就想在中国人反应过来之前把货送上岛去。或者呢是美国人想把这些基本废弃的一些滨海战斗舰 LCS 改成这种快速货船。这个思维方式呢，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好像有一定道理，不过呢，这个前提条件、使用条件会非常的苛刻。我们先说道理在哪儿？美国人设计的舰艇呢，高度强调了隐身性能。这一点呢，我们自己也通过一些个仿真的模拟实验检验过它这个性能，证明了，比如滨海战斗舰那样的外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可识别度。比如说你雷达可以发现它不难，但是很有可能误判，把它判成一个小船。再加上它的高速机动能力，就算不用干扰弹，就算不用有源那种干扰设备，都能让对方的导弹大幅度降低命中率。我们估算大概是能够让导弹命中率降低70%。如果使用了各种干扰手段，那生存能力会更强。不过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这套玩法基本针对的对象还是各种雷达，包括针对雷达主动制导的反舰导弹会非常有效。但是如果说针对别的发现手段、识别手段和制导体制，那该藏不住还是藏不住。所以美国人自个儿也发愁，担心这么送货的话，能不能解决最后1海里问题？就是说我平时跟着民船走那没问题，但是一旦是脱离民船航向，改变了航向，向岛屿冲过去了，这个行为、这个动作就太异常了。你指望中国人不警觉吗？怎么可能？然后一旦发现你这个航线有异常现象，然后中国这个海空军的这个飞机带着红外吊舱以及各种热成像的或者激光半主动制导弹要飞过来的话，那你这运输舰该扛不住还是扛不住啊？因为我如果不用雷达弹药的话，使用红外弹药，你总不行了吧？其实当年呢，日本人用驱逐舰夜间送货，也就这么个思维方式。问题是当年驱逐舰夜间送货还可以欺负美国人雷达不灵，然后美国人夜间看不清东西，送货效率还稍微好一点点。你现在在红外热成像这个视野背景下，你这个船雷达再延伸，红外这个手段总能看到你吧？所以说日本当年的思路，一个并不成功的思路，又被美国捡起来了而已。其实大伙儿都明白，真到了制空权、制海权彻底丧失的时候，靠水面舰艇怎么折腾都没什么大区别的，苟延残喘而已。所以这个隐身高速运输舰从一开始设计定位就有可能是错了，只能在一些个战场最边缘地区钻个空子，
但是这种钻空子的这个成功概率也不会特别高，因为现在无人机可以满天飞，长航时监控海面，藏是不好藏了。当年滨海战斗舰设计怎么出的问题，这次恐怕还要继续出。或者呢，就是这个设计思想本身就没有考虑实战问题，更多是为了向国会要钱立个项。那么说到底呢，美国的担心呢，其实有些多余。只要在台湾问题上不惹事儿，钓鱼岛问题上不惹事儿，不跟中国打起来，你那些第一岛链本身的安全都不是问题。美国不干预这些问题，能够充分的尊重中国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第一岛链去靶点去作战。毕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不想打仗。好，关于美国这种隐身的偷运船到底能不能造得出来，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以后慢慢看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